Graduate English Address, Our Humanity. Candidate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Yurong Luana Jiang.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上周四5月29号，哈佛大学正在举行的毕业典礼。这位正在准备演讲的学生名字叫做蒋宇荣，他来自中国，今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分为院级和校级2级。院级呢，那主要是授予学位，学生们鱼贯而入院长呢，一般来说也是盛装把这个学位证书交给学生的手中。紧接着呢，一般来说也有院长致辞，老师讲话，学生呢也会代表上去发言。而校级的毕业典礼就更隆重了据说每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参加的人数有几万人。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毕业典礼应该说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你想想，经历完毕业典礼之后，就变成了社会人，就要正式走进社会了。那么大学也标志着一个人教育的正式终结。那大学毕业之后，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对于哈佛大学这样的学校那不仅仅是各奔东西，而是要奔赴全世界各地。什么时候这些同学彼此还能再见，还能再回到哈佛来重聚，那都是非常不确定的事情了。所以你想想，这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哈佛大学学校的这个毕业典礼每年呢固定的会选3名学生上台来演讲。这3名学生各有各自的这个特点第一名一定要用拉丁文来演讲。Praeses Garber, Aestimatissimi decani, sapientissimi professores, honestissimi hospites, amici, familiae, et carissimi condiscipuli, salvete omnes。拉丁文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文言文知乎者也哈佛大学一定要有拉丁文的学生来演讲，就表明我这是一个重视历史传承、文化传承的大学另外呢，要选择一名本科生来演讲。This world is not conclusion. A species stands beyond, invisible as music, but positive as sound. It beckons and it baffles. Philosophy don't know, and through a riddle, at the last, sagacity must go. 另外第3名就是一个研究生来演讲，而蒋宇荣今年就是代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来上台，作为毕业生的代表来演讲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蒋宇荣在演讲之前还是略微有点紧张Last summer, when I was doing my internship in Mongolia, I got a call from 2 classmates in Tanzania. They had a very urgent question: how to use their washing machine. Because all the labels were in Chinese, and Google kept translating a big button as spinning ghost mode. 对于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来讲要想在毕业典礼上能够去演讲也是不容易它有一个固定的程序。首先呢，你可能得自己写一个演讲稿递交上去然后哈佛大学组成一个由9位老师举行的一个遴选委员会。这个遴选委员会其中8个人呢是来自于文理学院，还有1名来自于肯尼迪学院，大家来投票来决定哪些演讲稿呢入选。演讲稿入选了之后呢，要经过2轮的面试。所谓面试，实际上你就把你的演讲稿当着老师来讲嘛，看你这个讲的怎么样。因为有的人演讲稿写得很好，但是呢他可能讲不出来那么经过2轮遴选之后，假如你入选了，那么哈佛大学会给你发$1500的奖金，同时呢会找一个演讲方面的专家来指导你。因为你毕竟普通的学生都没有经过演讲训练嘛。那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有4万名学生来参加，那个场面非常盛大，搞不好会非常紧张所以不停的要彩排，专家跟你一起来帮你润色，让你这个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然后每隔几段话呢要有一些金句。 If there's a woman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o cannot afford a period pad, it makes me poor.
if a girl who skips school out of fear of harassment that threatens my dignity. If a little boy dies in a war that he didn't start and never understood, part of me dies with him. 保证这个演讲的效果啊。据蒋宇荣讲啊，他今年实际上是4月份的时候，在马其顿那个地方代表哈佛大学去访问，突然接到了通知，他的这个演讲最终入选了，他觉得非常骄傲，因为他是哈佛400年历史以来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女生代表毕业生上台来演讲。But today, that promise of a connected world is giving way to division, fear, and conflict. 蒋宇荣的演讲结束之后啊，那主流媒体对他这个演讲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学也算是多事之秋，他跟美国总统川普之间双方呢打得不可开交啊。这川普看哈佛大学不顺眼已经很久了啊，我们专门做过节目啊，就认为哈佛大学搞什么多样性啊，搞什么平等啊，这东西是瞎搞，所以川普就拿他开刀啊，说先是冻结了他22亿的这个联邦政府的拨款，紧随其后，在前不久就宣布取消他6700名国际学生的签证。那现在这些哈佛的学生啊，那心里头都悬着呢。就包括这蒋宇荣啊，他当时在马其顿那个地方啊，就得知他的演讲入围的时候啊，他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回到哈佛，能不能搞这个演讲，因为当时正恰逢啊，川普啊就宣布所有这些国际学生的这个签证都作废了。所以他实际上啊，也是川普政策过程中间的一个受害者，或者是受影响的人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啊，也吸引了格外多的媒体的关注。据说啊，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中间，参加的媒体啊，比往年要多3-4倍。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蒋宇荣啊，代表一个国际学生啊，来上台演讲。蒋宇荣演讲的内容啊，大家可以听一下啊。他其实啊，跟这个川普啊，跟哈佛大学之间的这个争端还是多少有点关系。因为川普现在对美国大学普遍都不满意，他认为你是美国的大学培养了那么多国际学生没有用，而且搞不好培养出来都是间谍呀。那卢比奥不就说了吗？你现在哈佛大学你培养的这些学生，什么肯尼迪学院培养的学生，基本都是间谍。肯尼迪学院这基本都是中共在海外的党校啊。What I've gained most from Harvard isn't just calculus or regression analysis. It's to sit with discomfort, listen deeply, and stay soft in hard times. Because if we still believe in a shared future, let us not forget those who we label as enemies, they too are human. 大家可以听一下啊，就是蒋宇荣的这个演讲稿里头，他基本讲的都是什么呢？讲的都是大家啊要放弃彼此的歧见，要互相聆听啊，然后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不同的这个世界里啊，大家要彼此共同的能够相互理解，是这个意思。而这个意思呢，实际上啊非常契合今年哈佛大学啊跟美国总统之间对立的主题。我不知道哈佛大学选择蒋宇荣啊，他实际上这个内容啊是不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啊？但毫无疑问，就蒋宇荣的内容本身，它确确实实比较符合哈佛大学自己他倡导的这种多样性啊、平等啊、包容啊这样一种理念。因为哈佛大学面对特朗普啊，就是对他的打压，也坚决说了他不妥协，要跟特朗普干到底。那选择蒋宇荣这样的一个学生来出来演讲的话，给人感觉就是你看，这就是我们哈佛多样性教育过程中间的一个典范，来自于中国，来自于远方的这么一个国际学生。而他倡导的理念
也是哈佛大学所倡导的教育的那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没过多久啊，这蒋宇荣的演讲啊，就引起了中美两国啊共同的质疑。这个质疑啊，其实都是在主流媒体之下。首先啊，是美国很多人就说这个蒋宇荣啊是中共派来的。为什么呢？他是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宣传习近平的思想。Our humanity. Because if we still believe in a shared future, let us not forget, as we are bound by something deeper than belief, our shared humanity. 证据就是说，这个蒋宇荣啊，在演讲过程中讲的那个内容和主题啊，讲的就是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历来主张，人类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来把握和决定。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合作共赢，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你想想，这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啊。最近几年在国际上也是大肆贩卖啊，西方国家普遍都是不接受的。然后你这个哈佛的一个毕业生蒋宇荣，你在这个毕业典礼上直接宣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就是中共吗？这不就是中共派来的间谍吗？但是这个呢，可能是个误会啊，误解啊。那个老雷就是德国的老雷，那英语非常好，我英语不行，我听不太出来啊。老雷人家听这个演讲听了3遍。那个演讲我看了1次，8分钟，看完了我觉得好像那个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他们不是说那个学生他在那用了一些习近平的口号吗？什么那种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吧？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怎么没听出来？我都听完了，知道吗？结果我又听了一遍，8分钟，而且我又听了一遍，就是你们害我，让我听了演讲听了3遍呢，没有听到那个词儿。那这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风是哪吹来的呢？在我看来，这就叫内销转出口。蒋宇荣这个演讲啊，他不是有个演讲稿吗？演讲稿演讲完之后，他翻译成了中文，翻译成了中文之后，在他自己转发的那个社交平台上啊，他就把他这个标题写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他这个标题在英文里头叫我们的共同人性，但是呢，他的中文里头呢，不知道是别人翻译的，他直接拷过来的，还是他自己把它翻译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我猜啊，就是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文呢，转到了英文之后，很多英文的博主说，你看，这不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吗？这不就是习近平思想吗？这不就是中共的间谍吗？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很多英文的这个媒体对他的质疑。另外呢，就是有英文的这个博主啊。Enemies are human too. The most hypocritical phrase you've ever heard is now the center of a massive controversy and discussion online. But the irony of this is that the person who said it is actually a second-generation elite from a family raised in a communist country. You're in trouble now. 蒋宇荣, aka Luana Jiang. For this episode, I spent a lot of time doing what I do best. 就发现啊，说这个蒋宇荣啊，去年4月20号，谢峰。就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不是到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去演讲吗？演讲他也讲了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什么价值啊，什么之类的啊。结果演讲的过程中，有一个台湾的学生叫吴廷华，他起来抗议。Founding Dean Professor Anderson. 谢峰 you've come to paint the illusion of a prosperous China, but your hands are painted with blood. 抗议说你们这个中共打压我们香港，打压我们台湾啊！抗议还举布条是吧？结果当场就被一个男性啊把他给拽出去了。这个场景啊，我们过去也做过节目啊。那么拽出去了之后啊，这个英文的博主就说，就是在这个活动中，他发现，他说有一个女的，看起来就是这个蒋宇荣，也在现场维持秩序呢。
这件事情啊，后来在美国啊，媒体中间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啊。就是这个拉这个吴廷华的这个人出去的，这个人姓周，这个人呢是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这个成员。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啊，好像是一个亲中共的组织啊，或者说可能就是中共在海外控制学生的一个组织。那这件事情后来哈佛大学呢，对这个周这个学生啊没有处理，那可能是认为他这是维持秩序啊，而对那个吴廷华呢，还处理还挺重的。据说是留校察看呢，那所以在美国社会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说你看人家抗议谢峰的演讲，你这个处理这么重，而那个姓周的呢，拉他出去的你没处理，而这个蒋宇荣可能就是跟这个姓周的是一伙的，就在现场维持秩序嘛。所以你看，这也证明了肯尼迪学院就是中共党校，这个蒋宇荣就是中共同路人。英文这一部分啊，主要质疑的是这两个方面。反过头来，在中国国内啊，这蒋宇荣呢也受到了非常大的质疑啊。对他的这个质疑呢，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说他这个经历有问题，造假包装，就开始扒他的经历啊。这蒋宇荣啊，好像是山东人啊，早年上过青岛的65中，他自己就讲，他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啊，父亲也基本不管他自己是一个自己非常勤奋努力奋斗的结果。后来从青岛65中呢，就被英国的一所私立中学录取了。那这所私立中学毕业之后呢，在英国先是读了一个大学，然后又转学到美国杜克大学啊。杜克大学毕业之后呢，到了那个国际非常著名的投行瑞信去工作啊。然后在2023年被哈佛大学录取。那他这个经历呢，被网民扒出来之后，网民就发现了有些问题，说你父亲不管你，不对呀。他的父亲呢，好像是中国有个叫绿发会，这个民间的 NGO 组织啊，是一个执行人。他为什么能当这个基金的项目执行人呢？他先给这个绿发会捐了一大笔钱，捐完之后就成为了这项目执行人。然后呢，就是这个蒋宇荣啊，上哈佛的时候，这绿发会啊还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最后哈佛大学录取他的时候啊，这绿发会还在自己的公众号还祝贺蒋宇荣被这个哈佛大学录取，而且这个绿发会的头还讲了，他说：“你看，我们绿发会啊推荐的学生几乎都被这哈佛大学录取了，厉害呀！因为我们是中国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NGO 啊，哈佛大学就比较重视这个 NGO 嘛。”然后就有人挖说，当时他爸作为这个绿发会的一个项目执行人，在这个新浪微博上发帖的时候啊，好像那小号都切错了，然后就直接发了。这一看就是权贵嘛，根本就不是说他爸不管他。而且还扒出来说他爸不管他，他还有个弟弟呢，等等啊，说他这个经历中间有包装的非常大的嫌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说这个孩子的演讲内容啊，说他娇柔造作，还体现了一种什么精英主义的傲慢式的人文关怀。If there's a woman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o cannot afford a period pad, it makes me poor.If a girl who skips school out of fear of harassment that threatens my dignity, if a little boy dies in a war that he didn't start and never understood, part of me dies with him. 什么意思呢？说讲的话假大空，没什么内容。你看，听他讲的什么卫生巾呐，又讲那个一个孩子死了，他也失去一部分呢，给人感觉好像是你看居高临下的悲天悯人。当然，这个话我呢是部分同意啊。我看完这个孩子的演讲，我有一个感觉，这个女孩子应该说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苦，虽然她自己讲啊。他说他从小也是努力奋斗，上哈佛的钱全都是自己在投行打工赚来的啊。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家境肯定在中国啊是属于一个挺好的一个家庭，在经济状况啊非常好的一个家庭，所以他从小没受过什么苦。所以你当他讲到那些说那战乱中间的人，那些孩子因为不能理解的战争失去生命，他也失去了一部分。他讲到了那女孩子没有卫生巾，他也讲到了他被冒犯。你总觉得
他在讲这些苦难的时候，他跟这个苦难之间好像隔着一层，甚至就是说他跟这个苦难都没什么关系。这种感觉啊，你听他的演讲的时候还挺明显的。这里大家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哈佛大学前几年有一个中国的毕业生叫何江，他呢也在毕业典礼上呢，代表毕业生呢来做了演讲。这个何江啊，他是来自于中国湖南的一个农村的孩子啊，他上高中之前都没有离开过农村，后来因为学习比较好，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毕业之后，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到哈佛大学读了硕博连读。毕业的时候呢，就代表毕业生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来演讲。他在演讲过程中，大家可以听一下啊，他讲的这一段经历啊。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 I ran to my mom for help, but instead of taking me to a doctor, my mom set my hand on fire. After wrapping my hand with several layers of cotton, then soaking it in wine, she put a chopstick into my mouth and ignited the cotton. Heat quickly penetrated the cotton and began to roast my hand. The searing pain made me want to scream, but the chopstick prevented it. All I could do was watch my hand burn. 1 minute, then 2 minutes, until my mom put out the fire. 这一段经历讲的时候还是打动了很多人。为什么他讲这段经历能够打动人呢？很简单，就是这个经历是他自己的，这个苦难是他自己的，他不是别人的，他不需要感同身受，因为就是他自己的经历。但是这个蒋雨蓉呢，他讲的所有的经历啊，都是别人的，都是其他人的。这其他人的苦难呢，要想变成你自己的共情啊，实际上是需要能力的。如果你要是表现不好，就很难让人体会到。Last summer, when I was doing my internship in Mongolia, I got a call from 2 classmates in Tanzania. They had a very urgent question: how to use their washing machine. Because all the labels were in Chinese, and Google kept translating a big button as spinning ghost mode. 你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她在后面她辩解的时候就在讲，毕业之前到蒙古的这个首相办公室去实习，然后毕业之前又代表哈佛到马其顿去拜访他的副总相，给人感觉呢，他的整个这个行程都是高高在上的，他并没有体会到底层人的痛苦。所以我很怀疑他有没有真的见过人世间的苦难。所以当他讲到那种悲情时刻的时候啊，虽然他语带哽咽，确确实实啊，给人感觉不是那么的真实。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批评还是有道理的啊。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国内很多人呢都说他这是权贵，然后这个权贵啊，最后呢，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啊，让他自己孩子啊上了哈佛大学啊。说最近有3个小姐，你像董希颖董小姐吗？黄杨甜甜吗？也包括这个蒋雨蓉吗？这3位大小姐啊，都凸显出中国权贵阶层啊赤裸裸的那种阶层固化所带来的这种傲慢。我个人觉得啊，这蒋雨蓉啊，跟前2位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这2位啊，我们都做过节目啊。那董希颖就不用说了，那你是协和，跟着权贵之间直接结合嘛。而且他们家族啊，利用这种权利啊，而给他造假学分啊等等啊，这是权钱交易。那你包括那黄杨甜甜也是一样，现在不是查出来了，他爸嘛，他是公务员嘛，你公务员不能违法经商嘛。所以你看到前2者之间，他都指向了公权力。但是董雨蓉啊，现在你查来查去啊，他的父亲呢，他就算是给基金会捐了钱呢，但他实际上也没有公权力。那你给基金会捐了钱，写一封推荐信，然后呢，在上哈佛的过程中递交一封推荐信，在我看来啊，这是属于常规操作。权贵啊，我们对权力本身的质疑啊要增加。对于那些有钱人呢，那所谓的贵的那个阶层啊，我觉得还是要抱有宽容之心。尤其像哈佛这样的学校啊，有人就说了，哈佛就是愿意招权贵，的确如此。
这个不否认啊。你比如说，我知道的信息，所有中共正部级以上官员的孩子上哈佛，哈佛一律都会收的。只要你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哈佛非常欢迎中国这些高官的子弟到哈佛去读书。再有就是有钱的人，那你比如说潘石屹，人家给哈佛一下捐1个亿啊，你以为他捐1个亿没条件啊？一般来说，给哈佛捐1个亿都是哈佛答应他能有几个自己的名额可以免试上哈佛。说白了就是花钱呢，来换上哈佛的这种资格啊。但是你说这蒋宇荣他们家啊，你说达没达到这种权贵的程度？在我看来没达到。他可能在中国就属于中产之上，或者说是小有一点社会地位，小有一点钱。这种小有一点钱，通过父母的资源帮助这个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甚至包装一下，尽量能够让他上哈佛。上哈佛肯尼迪学院也不是什么好专业，也就是一个水硕士啊。在我看来啊，相对来说都可以理解，不算是那种什么阶层固化，也不算是那种所谓的这个权钱交易的这个典型特征。但是啊，公众由于对这种权钱交易、对这种阶层固化非常非常的反感，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典型嘛，就大家拼命的质疑他啊。这是第3个方面。第4个方面，我想讲一讲，就为什么这蒋宇荣啊，在中美2个国家同时都受到了这个双重的质疑，两头都没落好。我觉得这个现象挺有意思的。美国说他是中共，中国的这个民间的网民也说他是中共，哈哈，挺有意思，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啊。在我看来啊，实际上这里头啊有一个非常深的背景，这个深的背景你通过他的演讲稿就能看出来。演讲稿他不是讲了吗？标题叫《我们的共同人性》，而它翻译成中文叫《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者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非常大的不同。因为共同的人性讲的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习近平倡导的，那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这是2个层面啊。但他这个演讲稿过程中，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并没有强调共同的利益。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你看啊，他是让我们要聆听啊。Those who we label as enemies, they too are human. In seeing their humanity, we find our own. In the end, we do not rise by proving each other wrong. We rise by refusing to let one another go. 给人感觉是金句啊。但是我觉得啊，他这个金句啊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有点大而化之，有一点廉价。为什么呢？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啊，或者说普世价值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实际到今天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分野。人类在最基本的价值观的层面上啊，达成了共识没有问题。比如说何江的演讲，为什么没有受到质疑呢？因为通过教育改变一个穷人，来改变他的命运，这一点的确是共同的价值观，普世价值没问题，所以不会有人质疑何江。甚至你包括其他的哥伦比亚大学今年的那些毕业生，中国的毕业生，是吧？他其实做演讲也没有人质疑。 We even spent a good portion of college without generative AI. Like, yeah. Isn't it crazy? Like, we started our journey without Claude or Perplexity, and now LLMs have dominated our... Oh, sorry, GPT says I'm out of free credits, so I guess I have to close things off. 用技术改变人类的命运，最后我们将掀起波澜万丈，这都是共同的价值。但是人类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之上，到今天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撕裂，大家不觉得吗？川普上台之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发生了非常大的撕裂。民主党这些年搞的这些多样性啊，什么族群平等啊，这个所谓的多性别呀，共和党完全不认可呀。他认为都是瞎搞啊。然后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双方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价值冲突。现在就是认为你中共啊，你中共跟美国这是不共戴天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啊。但是他的这种所谓的聆听，为什么说没有说服力呢？你能说这个本拉登跟奥巴马互相聆听一下，
他们之间就会消除分歧吗？你能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互相好好的聆听一下就不打仗了？你能说乌克兰泽伦斯基跟这普京大帝两个人之间好好互相聆听一下，能够深入的听一听对方，就不打俄乌战争了？肯定是不是的，对吧？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由共同的价值分裂、共同的价值冲突演变成共同的利益冲突的时代，这是一个深深的时代烙印。在过去，可能我们是因为所谓的仅仅的共同的利益的冲突，甚至有仅仅的共同的价值观的冲突导致的这种冲突啊，但是现在是由于价值观的冲突导致的利益冲突的时代。就比如说中国和美国之间，你不要认为中国倡导的那个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其实就真的是个命运共同体。我猜老习他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背后的逻辑是说，你不要把我当敌人，你要让我发展，我发展完了之后呢，我要是变成全球老大了，就不能听你的了，你得听我的，这就叫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美国所倡导的呢，这价值观就是说，你中共搞的这一套就是实际上是反对普世价值的。所以双方你可以看到了吗？由价值冲突演变成了利益冲突，已经进入到了水火难容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简单的和稀泥，你肯定得不到双方共同的认可呀。美国认为，你这个虽然没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你倡导的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廉价的共同价值，早就过时了。甚至你还打上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标签，这不就是中共同路人吗？而中国呢，民间的网民认为你其实这一套所谓的廉价的东西早就没有说服力了，现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选边站，那就所有人都会把你当作敌人。所以啊，在我看来啊，在蒋雨荣啊遭受到双方共同的这样的一种质疑啊，其实是有非常强的时代背景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啊，就是说他的这些倡导本身是不是当今就确确实实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是。他当时啊在哈佛演讲完之后啊，他接受美联社有一个采访，他讲到他自己作为一个外国的学生啊，被美国政府啊这种排外的政策，他觉得很担心。他也讲到包容团结。当他讲到包容团结的时候啊，他后面有两个人打起来了。他当时一门心思跟美联社的记者在讲话呢，他没注意，但后面有两个人在后面打起来，摁到地上了。这个画面后来在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实际上它构成了一个隐喻。什么隐喻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了吗？当你倡导的这种价值观在说的同时，真实的世界里的冲突啊，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真实啊！用简单彼此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方式是难以解决当今世界的价值观的分歧的。那么紧接着就是，那到底用什么方式能够解决那个呢？至少我自己来讲，我没有看到答案。我只能说，今天的世界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由价值冲突演变到利益冲突的时代。别说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可能没有答案啊，我相信哈佛大学的那些老师教授们可能啊也未见得能够找到答案。只不过这个女孩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被推到了历史舞台，形成了一个风暴眼。那么未来我们的世界会变好吗？会因为我们的价值观的冲突变得更激烈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今天的哈佛大学啊，人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图景。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of a girl who skips school out of fear of harassment that threatens my dignity. The message itself is, if I have to put it into one sentence, it would be humanity rises and falls as one. I think we are living in a very difficult time. There's a lot of divisions in terms of ideas,